成儿，成儿见过师傅。偷袭的人个个都是高手，看这形势，他们是冲着你来的。成儿正准备与众师姐联手御敌，请师傅放心。万一……成儿绝对不会连累清月派。混账话！为师与你娘亲相交10数年，你又是未来的舒家家主，为师怎能让你涉险？林若清风，弟子在。你们保护成儿，从侧门下山。记着，他的性命高于任何人，高于整个清月派。是，弟子不走。快，带他走。师傅，走吧，师傅，快走吧。列阵！什么人？此人半年前在山门前晕倒，两位师姐看他可怜，便收留在门中干些杂活。我们来不及救你了，你自求多福吧。若不带上他，只怕他会性命不保。不可，他身上有伤，行动不便，实在是拖累。世子的性命比任何人都珍贵，不可因他涉险。我来背着他。敢问几位小友中，有舒家的世子舒成吗？没用的，都得要死。不过看在世子的身份尊贵，我给世子做一件寿衣。世子，你先走。你快走啊！你待在这里，不要出声就能活命。我得回去。你现在回去必死无疑，你的命这么值钱，别回去送命。我倒希望性命没有贵贱之分，就此别过。这就送几位小友上路。慢着，阁下要找的人是我，可否放过他们？这世子还真是愚蠢啊！本有一线生机，却回来送死。若是由这么多人的命换我的命，活着也怕是难得心安。他是有些笨，但也轮不到阁下来说教。你也不是很聪明的样子，也过来送死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把这药吃了，稍后再跟你算钱。
有我在，你可杀不了他。是吗？你是什么人？那4名清月派弟子都还活着，你的鲁莽没有白费。你吃的药，还有他们的命，都由你付钱吧。该死，差点做了赔本的买卖。我会付钱，还会打赏呢。你快把我放下吧，你也伤得很重。无妨，你刚刚救了我，我也应该救你。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自然会把你放下。多走一步我都不会，否则我就是赔本。楚国朝堂暗流涌动，女帝与舒家制衡多年，愈演愈烈。如今，舒家已重兵在握，第一世子舒成人才出众，志向高远，更受忌惮。娘，这写的什么呀？我们看看，传说新词。唐月思，莫正玉，见过家主。晨儿拜见母亲大人，愿母亲大人金安。免礼免礼。谢母亲。身体恢复得不错呀。这几日你行走大理寺辛苦了，听说你整理出了近10年的卷宗，大理寺卿对你大加赞赏，连收了好几次国之栋梁呢。这都是孩儿的分内事，不敢言辛苦二字。既然该去的地方都去过了，那从明日起就在家休息吧。母亲，过几日便是孩儿的弱冠之礼，孩儿理应多加学习。他日入朝为官，才不会有辱舒家门楣。你胸中的志向，娘是知道的，但是别忘了清月派刺杀之事。自小到大，孩儿也经历过几次行刺，虽说是狼狈，但死里逃生的经验也还是有一些。那不一样的，以往不过是一些叛罪余孽，或是敌国指使，
终究经不起什么大风大浪。可是，清月派刺杀你的人是暗婷，历代受女帝掌控。可皇上不是跟您暗示过，此事跟他无关吗？咱们舒家树大招风，一直是皇上的眼中钉。你又如此出众，偏偏那个大皇女又才智平庸，再这么下去的话，皇上就更容不下舒家，容不下你了。所以，还是小心为妙。可孩儿这几日以来谨言慎行，除了公事之外，几乎足不出户。没用的，这些都不是你应该做的事。你是大楚的第一世子，你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做一个纨绔子弟。母亲，就像慕容婉清那样，努力的败坏名声，才是正事。孩儿这就去寻慕容婉清。哎，快点吧，快点啊！别晃了。下庄。买丁离手了，小小。哈哈，3个6来豹子通吃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不要气，不要恼，大不了现在我们再来一局。你这厮啊，运气也太好了，今日便不晕纠缠了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就是。你们自己不愿意翻本，就别怪我慕容婉清做啥子。你是什么人，我们还不知道。就是，你倒不如再给我们讲讲那位公子啊，果真有你说的如此清奇吗？这个有意思。你们真该见见那位公子。红楼楼主萧红雨，玉楼楼主花香子来贺凤楼开业。怎么，就连当世的花魁余淮都比不了吗？那当然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谁不知道，现在都城之下流传着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舒家的世子入关之礼，听闻啊，要由皇上亲自给他正官。这第2件事嘛，就是哎呀，自然是花魁的位子，那就看于老板能不能3连冠了。哎，就你说的那个人再如何呀，也不一定有咱们于老板好看，是不是啊？就是。世子请留步，走开。世子请留步。大胆小奴，竟敢拦我们世子的路！算了，我与你家3小姐的关系，你们是知道的。况且，你们慕容府的规矩，还管不了我。不过这于老板平日是不露面的，只能在花魁大赛中一睹真容。他余淮若真是3连冠，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说的也是，也是。哎呀，你们就相信我，这个男子必定是个传说。当初大安国的女皇差点废了南后，立他为后，你们说厉不厉害？还有这种事，有点意思。3小姐，舒家世子舒城求见。过来，舒家，找来舒家，快！不用收拾了，平日里你是什么德性，我是知道的。见过世子大人，见过世子大人。那我不能先行后礼，拜见世子大人。走，快开。堂堂第一世子，居然直闯，不像话！今日是我失礼了，要不要向你道歉啊？受不起啊！你快坐。我懂，这就命人给你拿把新椅子。秋儿，不用了，我今日
是来向你讨教的。向我讨教？难不成你要讨教那些淫词艳曲啊？有些烦心事，想同你念几句。秋儿，上桌酒菜。是。不是，哎，里头有没有能喘气儿的？出来迎接一下子呀！这刚开业，人都死了吗？我们2位老主可等了半天了。凤楼避雨，见过2位公子。我觉得舒大人说的也有道理，你还是像我这样比较安全。我就是不想这样混吃等死。我身为舒家世子，没有一番成就。哦，对不住，我不是说你混吃等死，我是……算了算了，你平时也是这么说了我的，没什么的。不过，我也不是没做事的。我们慕容家安装的生意，现在就在我手里呢。我们都有目标，只是我们实现的方式不同而已。你还敢说？你们慕容家也是有爵位的，竟然做这种事啊！你是舒家一根独苗，但是我却有一大家子姐妹啊，而且我又不是母亲亲生的。我再不努力，好好表现一下我自己，万一哪天心口疼犯了，死了都没人注意。至少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，哪像我，空有一番抱负，一心想光耀门楣，却只有做个纨绔子弟，才能求得家族平安。我做这世子有何用啊？哎，怎么没有呢？我是你舒城的朋友，有大世子保护，就没有人敢欺负我啦。既然是朋友，那帮我个忙吧。你有什么忙能用得上我呀？教我做个纨绔子弟，带我去逛逛花楼，喝喝花酒。你来真的？走，就带我去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，玩得过分些才好。在下南彻。我家兄长说了，若是送来的金银珠宝，尽可收了。但2位送来这么一个玩意儿，还烦请2位老板带回去吧。前几日，我着人去请你家楼主，哪知你凤楼竟敢打伤我的人，好不讲道理。萧老板的人是来讨要会费的，嚣张的很呢。咱们兄长说了，我们凤楼是小本生意，不必入什么鬼会，也不用仰人鼻息。至于会费嘛，更是休想喽。这凤楼2字难听，不如换上我这个，贺你们开业，也贺你们不知好歹。公子，见过兄长，见过兄长。
刚那破板飞进去的时候，刮坏了门上的漆，我得把整扇门都换了，还砸坏一花瓶。那花瓶可是一对儿，现在我也用不了了，都是前朝的古件，算下来53两，4舍5入，我收你们100两吧。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像你这样4舍5入的，你不要脸！你们过来捣乱，耽误我做生意，不用赔钱吗？我们捣乱？你这压根儿没有开业，哪来的生意啊？对呀。好吧，我这人最仗义，也豪爽，就少收你们1两银子。你，剩下99两，二位怎么支付？不与这泼皮斗嘴！来人呐，给我砸！给我把凤楼拆了！哎，各位贵人都在场啊，看得清楚啊，是他们先动的手，这汤药费我可不出啊。还有啊，我这4个兄弟出了力气，晚上想必要多吃几碗饭，这钱也得你们出，我帮你们算算。沈烨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大胆！我那玉楼头牌，你一个乡野村汉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最讨厌有人在我算钱的时候打扰，到时候我胡乱算，你必然要多交钱的。我自有习我。别过去，否则我会杀了你。山高水长，吾等定会为了今天的事来报仇的。告辞。想不到，我舒城竟然有一日要做这样的事。哎，虫儿，你就别苦恼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有我在，今日保证让咱们开心。外面吵什么呢？世子大人，前面花街有人在斗殴。斗殴啊，好事儿啊！要不我带我的人马先去看看？这事儿归武城兵马司管。要不然，今天就算了吧，咱们回去吧。怎么能算了呢？这么热闹。要么你先在这儿待着，我先去看看。哼，哎，你可不能讹我啊！还没结账呢，怎么结账？我自有习武，我怎么可能碰都碰不到你？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人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还没结账就想跑，想得美！世子大人，我们这就回去吗？还是去看看吧，免得他又惹出什么乱子。
你大胆！你竟然给压着本世子！你起开！你起来！现在是世子殿下压着小人，若是世子殿下想吃小人豆腐，可是要收费的。谁想吃你豆腐？无耻！来人，把这个脏东西给我撸出去！超，没想到你们可以呀！啊，我懂，那个我先走，你们继续啊！哎，你回来！嗯。我来吧。好了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哎呀，扶我一下，扶我一下。哎呀，有点累，兄长，有点累，兄长慢点。哎呦，兄长辛苦了。哎，这场面羞死人了。我们走吧。府兵听令，挡住人群。你干嘛？见过书城世子，世子大人万福金安。世子大人万福金安。世子大人万福金安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嫌我丢人丢的还不够啊？这可是败坏名声的好机会。赶快上去啊！大家免礼吧。你刚才说，我得付你钱，是吗？世子殿下若是不想付，也就罢了，只需要记着沈爷的好便是。毕竟，钱债一还，情债难偿。我觉得世子的情债更值些银两。这玉佩你刚才碰过，送给你了，应该是值些钱。哇，这可是传世的名玉，折合成银两，小人怕无法找零。不必，我书城也不知找零是什么。哎呀，反正就是送给你了。哈，你是开欢楼的，对吗？嗯。那既然我付了你钱，也等于我逛过欢楼了，对吗？世子殿下怎么说，那便怎么是。那便好。各位，我书城今日逛了欢楼，还请大家记下，也可以四处宣扬这桩丑事，我不介意。这下可以走了吧？世子殿下慢走。
下次带他还来找你玩。没想到是这样的见面。敢问兄长，这就是那个憨憨世子吗？回去掌嘴。小叔。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，今天我就且回去休息了。我都陪你玩了一整天了，你该不会现在要修理我吧？常，做人可不能卸磨杀驴啊！好端端的，怎么侮辱驴呢？来我府上住上几日吧，我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你。是这样的，那个不是我不想住，只是呢，这几日我确实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有那么一点点的忙。我并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，你不就是想和那些狐朋狗友厮混吗？免了，我现在就是你最大的狐朋狗友。哼哼，走。哎呀，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呀我！你这是在想从前的驼子，还是现在的沈夜啊？沈夜，他真的能坏我名声吗？我与他在云州相识，此人确实有几分传奇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口舌极贱，但是呢，我总觉得他这个人透着几分贵气，特别是他那支火绣舞，绝了！我跟你说，他以后一定是能成为绝品佳人的，假爱时日定能超过玉怀。你要是能跟他扯上关系，一定能成就一段蓝颜祸水的佳话。那就好。如果有一日我能做回自己，我能把他给宰了吗？这6年来，我也不知道是第几次救你。你这家伙还真不让人省心。要是没了我，你都不能平安长大。
不过你也不需要知道，长得倒是越来越好看了。我得走了，州府的人马也差不多到了，清月派和你也都没事了，连同往年救你的账，我一并记下。终有一日，我会上门找你来讨。若你敢耍赖，我便嫁了你，一辈子缠着你。也不知道你娶我一次能不能还清。若是还不清的话，那就下辈子一块。走了。派去南山的人马已经回信了，南山书院已经铲平。至此，岸田的据点已经连拔了7个，应该是动倒了他们的根基。这个局布了那么久，也该到结束的时候了。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余淮。余淮真的会来吗？会的。他那么爱花魁之名，肯定会的。兄长，可是在想那位世子吗？我记得那日的天气，如同今日一般寒冷，冷得让人心寒。但看到他，总会让我心里莫名的温暖。兄长还会有心暖的时候？也就一瞬间的事情。那你呢？可是在想着慕容家的3小姐慕容婉清。在我眼里，她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倒是希望世子能活下去。兄长杀余淮，剿灭岸廷，是奉命行事，还是为了保护那位世子？你以为呢？兄长心思深厚，沈从猜不出。我再换一个机会，换我们终成眷属。这个美梦做了好多年，总算看到点真正的希望。那如果我们都死了呢？那就把生的希望留给他，不然死得多无趣啊！兄长教训的是，但我听不懂。我不玩了，就你文武双全，行了吧？那个人最近在做什么？哪个人啊？就是那个开欢楼的小官。寿长，哼，没想到你们就抱了一下，竟然有些念念不忘了。我只是想确定一下，他是不是还活着？活着，挺好的。他们凤楼7日就要开张，给了我张请柬。不过呢，主要是想请你。那为什么没跟我说？哦，你都想杀了他，我就不给你找不痛快了吧？那日的事，母亲大人都知道了。舒大人知道了。嗯。那他可是怒了？会不会连累我？没有怒，不会连累你。只是觉得我这样做还挺有趣，让我再多多参与。
然后又给了我一点钱，让我快快花掉。我就想啊，这花钱的本事，还是得看你啊。帮帮我。这舒大人是铁了心不想让你学好。给了你多少？还好，10万。10万两白银，确实不是笔小数目。10万两黄金。禀告主人，经济来报。连拔那么多据点，他居然跑去跟舒家世子纠缠到一起了，真的是把我安婷当个摆件吗？去，给朱先生回封信，让他多多关注沈烨，只是关注，不要招惹。至于那个世子大人，速速除掉，以绝后患。是。你们觉不觉得缺点什么？缺什么呀？该置办的咱们可都置办齐全了，这银子花在什么地方，我这可都一笔一笔仔细记着呢。我们可没有贪墨啊。缺人，缺客人啊！咱们开门做生意没客人能行吗？再说了，那天咱们大闹一整条街，知道咱们的人应该不少啊。是不少，可是现在咱们也成了风月行的公敌。哎，人家现在可是动用了所有的人脉，在给我们难堪呢。还好，我们不是真的做生意，只要兄长最后能夺得花魁，便是好的。谁说不是真的做生意？既然我盘下了这凤楼，我就得让他再度成为大楚第1名人。兄长高远，名声起来了，最后夺得花魁的希望也更大。但咱们总不能把客人都压到这儿吧？你说要是一直没有客人营业的话，咱们也是京城第1楼了，不过是倒数的。行了，别嘴贫，都打起精神，说不定一会儿就有最尊贵的客人到。反正要是亏了生意，着了本钱，我定找人牙子卖了你们去补缺口。兄长息怒。嘿，真是一群酒肉朋友，关键时候一个都用不上，都被其他欢楼给请去了，弄得我今天很没面子。花我的钱挣自己的面子，这不合适吧？我们世子大人啊，那个呢，有他们在，你这坏名声才能更快的传出去啊，是不是？光他们还不够，还得把场面做得更大一些。超儿，我已经到头了，那些大纨绔，我也请不来啊。有贵客，来了来了。来了个什么玩意儿？不会讲话，来者皆是客，只可惜我们凤楼不接难客。如此冷清又如此寒酸，你们说哪里像有开业的样子呀？啊！是啊。沈烨，京城4大名楼的当家人，来给你贺凤楼开业了。收到了，请回吧。贺你开业第1天
也贺你开业最后一天。你也是真不会说话呀！要我说，你们今天晚上都别走了。一个花瓶10两银子，不打折。哦，错了，一个花瓶100两银子，不打折。哎，反正没别的事，我们打架吧。笑话！那日是我们准备不足，才着了你的道。现在京城4大名楼的当家人都来了，你们还敢造次吗？如果不敢的话，就赶紧过来，受我100个耳光，再让我把这里砸个干净。怎么？现在我们这么多人，你还敢加害于我不成？唉，我最讨厌装腔作势的人。先说好，来我凤楼就得付钱，我们是按人头收费。沈烨，你欺人太甚！你，金山侯府大小姐到。哟，新开的场子就这么热闹？谁是沈烨？小人沈烨，见过梁小姐。听闻你今日开业，有人让我贺一贺你。这2颗夜明珠，赏你了。谢过梁小姐。南彻，招待梁小姐。是，在下南彻见过梁小姐，请梁小姐屈贵，随小人上楼。梁小姐，不是说好今夜去小人的欢楼吗？哎呀，没办法呀，谁让沈烨的靠山面子大呢？哎，说来也怪，这有些人吧，平日里也没个交往，突然捎个信儿，我还就得乖乖的听他的话。真没想到，这铁树也有开花的时候。兵部尚书万大人家千金驾到。惹得不起，都病成这样了，还要来捧场。老板谁啊？小人沈烨，见过万小姐。万小姐，您不是说今天身体不适吗？怎么还有空出来呢？你聋了？都说了有惹不起的人给他撑腰呢，我敢不来吗？啊，1对南国的玉如意，赏你了。多谢万小姐。你，碧玉，招待万小姐。这边请。世子大人说的就是这儿吧？好像是。暖场的人都到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去吧。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这些可都是上大夫的车椅。是啊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皇亲贵胄，这风气确实该整治了。你看这个，这些就是所谓的大纨绔，他们是断不可能聚在一起的呀。沈烨的面子可真大，搞得我都不敢进去了。聚齐他们很难吗？那当然，这赌桌上呢都有王不见王的道理。这些人可都是有天牌在手的，只有不见面才能避免冲突。这一定是有一最狠的人出现了，会是谁呢？我。苏小姐，祝沈公子开业大吉。这苏小姐也来了，
他可是只开堂会，从来不来风月楼的。这个沈烨，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贾小姐，贾小姐，恭喜沈公子，祝沈公子开业大吉。里边请。红宇啊，我就觉得今天不太对劲儿。哎，要不咱们还是退了吧？不能退，今日一退，以后这沈烨还不得骑到我们头上来？说得对。值，太值了。且不说平日里碰不到这些人，单说这沈烨姿色绝佳，连他身边的几名侍从也各具千秋。可不是，见他这第一眼，我这病便好了大半。只可惜呀，书城看中的人不好下手，还有4大楼的人齐齐的找他麻烦，也是热闹事儿一桩。我找人打听了一下，京城欢楼最有来头的客人都有哪些，再把他们都叫来了凤楼。你跟他们很熟吗？没有啊，大多半我都不认识，我也就是试着请了一下。原本以为这临时邀约来不了多少人，没想到竟然都来了。只有他们在，我书城的名声才能坏得更快一些。沈烨，我今天就非要在这些达官贵人面前要你好看！你又敢打我！舒家世子书城贺沈烨公子凤楼开业。是大人。哟，花瓶都碎了，这么热闹。大家不必多礼。世子大人，这4大名楼的人联合起来都欺负我，我都说背后的靠山就是世子殿下您，他们非不信，压根就不把您放在眼里，您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滚开！哎，就按我刚刚教你的说。本世子今日来贺凤楼开业，叫了好些朋友来这里聚一聚。虽然你们这儿很多人我也不认识，今晚所有开销都算我的。谢世子，拿上来吧。有这好事儿？是啊。这么多金子，这么多银子，这世子简直犹如我的再生之母，实在是……再滚开！哎，沈烨，你不是说你最讨厌装腔作势吗？我看你才是最恶心之人。对，你们是来闹事的啊，还是来贺凤楼开业的呀？回世子大人，小人也是来恭贺的。哦，那贺礼呢？世子问你们话呢，贺礼呢？马上去取，这就派人取。说到要做到，记得要送礼，我也好给你们回礼。是。我说的对吧？今日所有到来的朋友都是给我们世子面子，世子大人必将重请。对，你们给我面子，我给你们金子，就是这样。谢世子。哦，我与凤楼的这位沈老板并不熟，之前也没有什么交情，可本世子就是偏偏看他顺眼，想为他花钱。也请各位要多多照顾这里的生意，对他好便是对我好，本世子就会记得这份情。若是你们没有钱也没关系，反正
最近有些钱是花不完。多谢世子，小人无以为报，只好以身。今日世子大人来，只交代一件事。回吧。恭送世子。书成什么意思啊？大老远来一趟，就为了帮沈烨撑腰站台？这沈烨是有天大的面子吗？沈烨刚到京城，便由书成力捧他当花魁，他上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呀！还望各位贵人多多提携沈烨，多多照顾凤楼。虽然我很高兴可以早点走，但是不应该再招摇一番吗？这你就不懂了。你这花了钱使劲玩呢，别人最多就叫你花中急先锋；但你这花了钱不玩呢，才会被人津津乐道，这才叫败家子。明白了吗？还真是有点道理。你果然才是最有天赋的那一个。兄长，你的身手有点慢了，可是有人乱了你的心境。先请兄长责罚，再请兄长指教。这些人都是冲着世子来的，这个憨傻的家伙，还真不让人省心。这第几次了？实在算不清了，不知又是谁做的。除了暗亭的人，谁敢在京中动手？暗亭已经许久不曾为难过世子，为何今夜要突然动手呢？直接去问不就好了？刚好看看你的身手是否真的退步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保护着世子，为什么却从来不告诉他？等到一切了结的时候，他会有机会知道。走。先生，这是今日朝堂京畿所辖的呈报。书城的事怎么样了？派出去的人还没回来，请先生稍待。大人让我关注沈烨，却严明不要叨扰。还有我们暗亭需要退避的人吗？给我好好调查此子究竟是何身份。是。凤楼沈烨携地郎沈从求见朱先生。朱大人，是否接见？来得还真快呀！告诉沈公子，朱某不过是一缝纫，身份卑贱，就不见他这个贵人了。是。早就听闻，朱先生是天下第一秀，今日又见面了。沈烨还真是急切的想要见到你，失礼了。地郎，道歉。失礼了。把手上的血擦干净，这样很没礼貌。两位找在下有何贵干呢？朱先生是暗亭的京畿旗总管，在下深夜到访，主要是为了2件事情。第一件是问你为何要对书城下手，第2件则是替他向你报仇。
那么老朽说还是不说，我都得死啊！差不多就是这意思。哦。先生，要不要让罗畅帮一帮朱先生？此前这二人一直不分伯仲，此次刚好让他们分个胜负，也好知道这小子有没有跟我交手的资格。是。49根银针，您已经尽数打完了。我认识你，你就是清月派救走书城的那个少年。说来惭愧，当初您的最后一针我没有躲开，差点命丧你手。不过这回我倒是赢了，多少找回点脸面。大好的少年，为何与安听为敌啊？我找的就是安听，灭的就是影帝。你休想从我口中探出半点消息！你废话还真是多。不过你说不说，我都会找到余淮，并且杀了他，而你也会死。不过朱先生是暗厅中地位极重的人，主司刑讯，又掌管京畿总部，杀人如麻。我准你死得体面一点。谢谢你的体面。你这回动作倒是挺快啊！还是兄长指教得当。此人针法绣功了得，也算是个举世无双的缝人。你去他那边屋子里面看看，有没有什么值钱的衣服。兄长，难道我们还要做抢劫的勾当吗？他已经死了，现在是无主的，咱们这不是抢，这是捡，会不会过日子啊？哦。葫芦暗亭做的，小偷小摸也做的，有点意思。这个核算完了，拿过去吧。嗯，好，按我说的做吧。这个账单，一会儿再核实一下。这2笔账，务必在今日之内要到。好。见过家主。婉清见过母亲大人。听闻你在花魁大赛中开了个新盘。是，孩儿将一个叫做凤楼的地方设为对押盘，我们坐庄。压胜。
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欢楼，开出很高的赔率。你觉得那凤楼能胜过余淮的月楼？凤楼楼主才艺双全，是位不是书的佳人。虽然孩儿不敢打包票，但是定能和那余淮一较高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余淮怎么可能让这个危险活到决赛之日？哦，对了，那个凤楼的楼主叫什么？姓沈，单名一个叶字。沈烨，还真是这个人。母亲大人也听说过他。刚刚听舒大人说的，就是这个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插了吧。来人！母亲大人，孩儿犯了什么错？大胆，你也配向母亲发问？带走。都给我好好算账，算清楚些。孩儿见过母亲。坐，谢母亲。来，尝尝我的新茶。谢母亲。听闻前几日府医为你诊脉了，可是病了？有劳母亲担忧了，孩儿无恙，许是思绪积郁。这几日大家都在议论你，说是舒家的世子转了性，开始败坏家风了。你可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呐！孩儿这些日子行径荒唐，致使流言蜚语四起，惊动了母亲，还请母亲宽恕。你有何打算？孩儿今日时时自省，此后定当继续静思己过，再求上进，重新入朝学习，断了那些是非之事。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，你只是听命行事，何错之有？可孩儿这些日子行径实在是过于荒唐，连自己都觉得万分羞愧啊！我知道你不喜欢过这样的日子，所以就干脆做得过分一些，以退为进。想让我顾及家风，收回成命是吗？我对你是不满，我对你不满的是，你还不够荒唐。你应该更加努力地败坏名声，直到我真的无法忍受，你方可达成所愿。还是母亲的以退为进纯熟，孩儿佩服。当然，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做一做的。我已经提点过慕容家了，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加倍荒唐，努力纨绔，不要懈怠。那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母亲期望，是将舒家门风彻底败坏。乖了，我也要装作被你气坏了的样子。退下吧，为母要静养。孩儿告退。宏渊，我母亲是不是说了一句，她已经提点过慕容家了？是，家主确实说过这句。宏渊，刚刚我母亲是不是说了一句，已经提点过慕容家了？是，家主确实说过这句。更衣，取我的佩剑来，再安排一队府兵随我出趟门。世子可要犯险，救人，顺便坏一坏名声。见过世子殿下，请世子稍后，容我等与家主通禀。慕容婉清在哪儿？世子饶命，世子恕罪。
好端端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母亲说提点过了，我就知道你要遭殃了。唉，这带坏世子的帽子扣下来，免不了这顿责罚。先起来吧，来。不碍事儿，我皮厚得很。这点打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啊！我母亲要做管教我的样子，所以才让慕容大人斥责你。之前我带着你鬼混的时候，我早就知道有这样的结局，没关系的。即便如此，那也不能是这样的毒打呀，这是借题发挥。没事儿，我真的不疼。见过母亲大人。下臣慕容瑜见过世子。慕容飞羽见过世子大人。就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，你要打死他吗？下臣的家务事，让世子见笑了。家务事，不想让我插手啊？下臣不敢。你是亲生的？是，飞羽乃是慕容府的长房嫡女。嫡女？若她生母没死，若她没过继给你母亲，何时轮得到你自称嫡女啊？不过没所谓，既然你来了，我便省事儿。世子殿下，世子啊，万万不可！他在这儿跪了多久，你就要在这儿跪多久，否则我会很不高兴。母亲，听世子的话，跪下，跪下！世子，杖刑20吧，我会派人在这儿盯着。世子息怒，下臣一时气怒，对婉清有些苛责。30，还请世子看在慕容家同是40，来人呐！母亲，准备杖刑。对了，我想请三小姐到我府上小住上几日，还请慕容大人行个方便。婉清能陪世子大人解闷儿是她的福气，下臣哪有不允的道理？红渊、南风在，扶好三小姐。是。恭送世子殿下。听闻慕容大人新起了一座庄园啊？确实，于城郊30里处。正说待舒大人返京之后，携世子一同光临。这园子有多处僭越，不如重新修整，怎么样？殿下明察，此园在修建之时就已知会过礼部，怎会僭越？况且世子你也没去过呀。我说他僭越了，就是僭越了。世子说的是，下臣这就着人严格检查，及时改过。不如一把火烧了吧。是。母亲，真的要打孩儿吗？不打不行啊！本以为这个世子成熟稳重，没成想竟是个混世魔王。来人呐，给我打！
好了，你还是去吧，要不。我不去。难得看到这样的场面，我还想再多看一会儿。我是因为谁才变成这样的？你心里没数啊？某人还好意思在这里看我笑话？要不然，我再给你上点药，反正也不差这一次了啊！你看吧，随便看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母亲不仅没同意我思过和入朝学习，她竟然觉得我闹得还不够大。我怎么办啊？你就这点本事啊？连我母亲都还觉得不够呢。算了，你自己玩吧，我不陪你玩了，我小命都快搭进去了。还不够，还得玩的再大一点。你想气死舒大人啊？侯渊，吩咐下去，我们去凤楼。是，不是，舒长啊，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太适合逛欢楼吧？你去不去？侯渊，走，去凤楼。是，真乖呀！来，给你扶好啊。兄长，世子的车辆到大门了。正想找个理由去寻他，没想到他自己却过来了。不过，世子好像另有所图。世子大人，稍等，等我点完火再说。不，世子大人，小人哪里得罪你？你要烧我凤楼啊？我挺喜欢你和凤楼，所以得烧。不是，你要是喜欢，你一把火烧了，你以后也来不了了，是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会控制好火势，还会为你修缮，再补偿你一大笔银两。不，嘿，世子呢？世子大人呐，这不是价钱的事儿啊，这凤楼是小人的心血。价钱随你开，我就是想邀请你随我到舒府住上几日，时时陪着我。如果是这事儿的话，世子大人完全可以跟小人直说，小人完全是乐意的，但完全用不着烧我的凤楼。邀请、下帖还有解释，太麻烦了，不如直接把你这地方烧了。你们可以救火了。快！你这凤楼烧了几日，你就在我那舒服住上几日。快点！我的生辰礼也交由你来打理，价钱还是由你来开。你可以去收拾东西了。再来水！来了！你可以放开我的腿了吗？否则我会打你的头。还有那个，快，再来2个人！来了！红颜南风，安排一些府兵接他入府。另外，在场围观的所有百姓，皆可说，我舒城为了接沈夜入府，特意烧了这边他这凤楼。是。真是个天才，惊奇的天才。
抬过来的是具尸首呢，怎么不好好休息啊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了？我这不是着急来看你吗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红渊回过话，沈烨带着沈从住进了出凡小筑。那你都让他们两个住进来了，怎么不去看看？我让他们住进来，就是做做样子。我看他们干什么？哎，我的书城啊，这两位家人还真是可惜了。你真的对那个沈烨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？要不，我陪你去找他玩，顺便看看他的火秀舞。火秀舞？你还想着火秀舞呢？啊？那看来香味不重嘛？啊？火秀舞，这小脑袋瓜里还能想着乱七八糟的事儿，还头能？见过家主，孩儿见过母亲大人。见过舒大人，恕晚清不能行礼。我还以为是一具尸首呢。你的事我听说了，辛苦了。这份情谊，舒家会记在心里的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打砸了慕容家，还毁了人家新建的园子。是。武城兵马司的人报告，你还烧了一座欢楼。是。烧人家的地方，就是逼人家入府伺候。是。还要让人家打理你的生辰。是。你堂堂一个世子，居然要欢楼的小官来打理生辰礼。哎呀，不错呀！初听之下，我都已经生气了。不错，继续努力。谢过母亲大人，孩儿一定继续努力。也请母亲大人保重身体。娘身体好得很，只怕你没那个本事。那位家人已经入府了。是。那就让他晚上来献艺吧。来都来了，也别荒废着。娘来替你做做样子。我看母亲大人是自己想看吧。孩儿无礼，孩儿这就去办。哼。随我去趟出凡小筑。走。成儿，你得把我也抬过去啊！见过世子殿下。兄长命小人在此恭候世子，请世子一人入内。大胆，竟敢对世子无礼！兄长说了，既然我们住进此处，还请世子殿下体恤。你们在这儿等我吧。是。
你可以放开我了吗？或者我把你胳膊打断。见过世子。我收拾花圃的时候，采了些花瓣，这漫天花雨，独迎世子。也算是巧思。你主理我的生辰，应该会让人满意。凤楼开业那天，我便准备了一支独舞，要献给世子。今日就借着这幽静之处，我刚烧了你的地方，你就要给我献舞，你还真是个厚道的人啊！世子生得真好看。留着你的本事吧，我母亲请你晚宴时献艺。这花语就很好看。准备一下。舒家的家主舒柔，让我们晚宴献艺。准备一下的意思是，要杀了舒柔吗？你脑子在想什么？我对他是那般心思，你要杀他娘？沈曾鲁莽。小人沈烨见过舒大人，见过世子殿下，见过慕容小姐。晚上好。沈烨，我母亲想看一下你的火绣舞，听闻是冠绝天下，如此便有劳了。那便让雾家地郎沈从为舒大人舞上一曲吧。我母亲是想看你跳这支舞。小人曾允诺过，为世子殿下独舞一曲。既如此，还请舒大人、慕容小姐回避。沈烨，难不成你要惹舒大人生气啊？什么时候还这么讲信用？沈公子，请上前几步。抬起头来。沈烨，正是小人。成儿，你从哪里寻得如此极品佳人的？母亲可是动心了。你看上的人不妥吧？以孩儿来说，他只不过是一个道具，咱们母女之间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吾儿孝顺。但是母亲，我得通知一下我父亲大人，他还在云州。您要是想寻得新欢，这还是我介绍的，这不太妥吧？算了，这沈烨也没什么好的。沈烨，既然有舞你不跳，那这腿便不用留着了。来人，把他腿给我打断！哎，别！啊，这般暴力又是何必呢？不跳就不跳吧。沈公子，成儿的生辰礼就有劳你了。花魁于怀我也邀请了，听闻你也有花魁之意，正好你俩可以比试一番，我很期待。
如此便是结束了吧？沈烨，你真厉害，我母亲眼睛都看直了。那我生辰礼就交给你了啊。啊，成儿，你等等我！沈烨！小风啊！每年你的生辰，陛下都会亲手为你正冠。今年会再赐一颗金珠给你，以示恩宠。今后，你便是五珠世子，当世无双。表面恩宠，实则捧杀。你心中有数就好。前几日他还提醒我，让我对你严加管教。看来，你的坏名声已经传播开来了。所幸没有辜负您的期望。他赐你金珠，自大楚开国以来，除了天家之外，还没有人获此殊荣。近日，也没有暗廷的人在对你动手，这说明他已经对咱们放松了警惕。你只要坚持下去，待你成为下一任舒家家主，便不用再忌惮。母亲已是家主，不一直也在忌惮天家吗？当你成为舒家家主的时候，局势便不一样了。兄长可是在盘算晚上的事？你听，皇宫那边好生热闹，应该是皇上正在给世子正官加赐金珠。今日余怀会到，那又怎样？还请兄长允许我替兄长献舞。为何？这是我的事，他应该由我手人。兄长救我、养我、教我，如今是我报恩的时候。那你的仇不报了吗？往日有劳兄长，屠戮慕容门门，神从拜谢。如此一来，神从恩仇皆了，再无牵挂。傻小子，想的倒是简单。兄长，哎，我就想给他好好过个生日。承蒙各位厚爱，为小儿的弱冠之礼增光添彩，请。成儿，书城谢过各位大人。他日书城入朝为官，还请各位大人多多指教。说见外话了。到底是舒家世子，开口便是入朝为官，造福黎民百姓之事。他哪有这样的志向啊？吃喝玩乐的本领倒是不少。这不，他又请来了2位朋友。若是各位不嫌弃的话，请他2位朋友为大家献艺助兴，如何呀？好，难不成是凤楼的沈家兄弟？如此甚好。这凤楼沈烨名头正盛，我都想着这何时才能一睹这佳人风采。那就借着这个承儿弱冠的机会，让我们见识见识。不必着急。我还请了花魁余怀前来。花魁余怀，听说这余怀可是100年难得一遇的佳人，是我大楚国的瑰宝。这沈烨又是后起之秀，这2人同台献艺，
岂不是提前见识了花魁大赛？是啊，也就只有舒家才有这样的手笔啊！舒大人，世子，请。来，各位请。请。家主，沈烨那边准备好了。来得正好。哇！长得真俊俏啊！见过各位贵人，免礼。据说这沈烨的一支火绣舞，曾令大安国的国君日思夜想，乃至生了一场大病。这今日可探得虚实了。余怀到。一睹仙人芳容啊！草民拜见舒大人，拜见世子，祝世子福寿安康，龙颜永驻。舒大人，这位是？是啊，上回花魁大赛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，这根本不是余怀。草民是余先生的琴童，我家先生今日身体不适，怕冲撞了舒大人、世子殿下，先生已在家中沐浴焚香，遥祝世子生辰。今日庆典，我家先生福薄，无缘为世子助兴了。先生献上绿尾琴，恭祝世子生辰。绿尾琴，那不是余怀的贴身宝物吗？据说传了200多年呢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沈烨，送你了。多谢世子。南彻，草民告退。那你们可得好好表现了。各位贵人，兀家弟郎沈从，自幼由小人亲自调教长大，由他给各位贵人舞上一曲，想必不会让各位失望。这火绣舞是你沈烨的成名之作，不该由你亲自献舞吗？是啊，沈烨，看来这支火绣舞你还是只肯跳给成儿看呢。多谢舒大人理解。沈从，给各位贵人好好舞上一曲，助助兴。终于要见到火绣舞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好。
怎么一个人在上面喝酒？参见世子殿下。世子殿下的生辰之礼，又为何单独一人跑到这儿来？难不成是来找沈烨陪酒的？我不喜热闹，想出来透透气，许是多吃了几杯酒，不觉间便走到了这里。你知道我会来？我知今日余淮不会来，而我也知，今日你一定会来。今日是世子殿下的生辰之礼，沈烨还没有机会同世子殿下说句生辰快乐。沈烨，祝世子殿下生辰快乐。我的生辰不属于我，这是舒家的节日，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攀交情的日子。若是我说，每年中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一天，你会信吗？那沈烨算是白费心机了。没有白费，你和你家地郎的名声，恐怕今后会更旺了。我知今日主礼生辰与世子无关，所以单独准备了一份礼物，独属世子殿下一人。我想要什么样的礼物没有啊？不劳。是烟花的阵仗，只有女帝才。你不要命了？竟敢偷宫里的东西！管他是谁的，我说属于你，那便是属于你的。世子殿下笑起来可真是好看。走过几段繁华，蹲过几场落花，人间荒唐又何妨？奈何这江山如画，我愿与君共赏。纵然这故事跌宕，有你便是风华。这孩子，为了给他过个生辰，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。主人，我们为世子殿下准备的第二份礼物，也该奉上了。也好，我们也为他热闹一下。
难道世子不会？我会，只是我心里有别人了。哪家公子有这么大的福气，能住进世子的心里？不是什么公子，就是个驼子。难道我还比不上一个驼子？师姐们，请回吧。世子，师父命吾等4人护送世子回都城。世子的安危干系重大，不得有丝毫马虎。这一趟我们必定是要跟随的。如此，那便有劳几位师姐了。请世子放心，吾等定当尽心竭力，以报世子当日不弃之恩。师父说过，那日遭袭之事有伤我们清月派声誉，不许再提。是。敢问青师姐，那日驼背的古怪少年可有音信了？师父已经差人打探，等有了消息，我们一定告知世子。我看他就是个大盗，我们镇派的宝物青羽宝扇就是被他取了，还留了一封信。好了，不许胡说。暗亭引帝恭贺世子殿下生辰，特令吾等献上寿礼，送世子早登极乐。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你走吧，他们是来找我的。原来是暗亭的楼刹们到了，难怪能够悄无声息地摸到这里。今日是你生辰，不宜见血。别怕，是我。没事，几个罗刹而已，根本伤不了我。本来想处理得更干净一些，没想到还是搞出了这样的场面。清月宝扇，你可知这是清月派的镇派之宝吗？你更知道本世子是清月派的弟子吧？你盗此物，我应该杀了你。这不是盗，是取。我保住了清月派的弟子，还助拳退敌，这是我应得的报酬。亏我还一直记挂着这件事，原来早就两清了。这扇子是个奇兵，但也抵不了你的事儿。我这不主动上门来讨了吗？
暗亭引帝见过世子大人。想不到引帝大人竟然亲自登门了，看样子阁下今日一定要取走本世子的性命了吧？怕是这位小友是要舍命护世子大人了。哼，也罢，黄泉路上一起相伴，世子大人也不孤寂。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！你伤得不轻，当真连命都不要了吗？要想伤他，先过我的世故。痴儿啊，为一女子失上自己的性命，值得吗？当真是与他一般无二啊！快！今日我不杀他，随我来。世子，没事吧？放箭！不可放箭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成儿，你可知那人是暗亭引帝？他是来杀你的。母亲可知还有一个沈夜吗？他为救孩儿，险些丧命。出手，今日便决出生死。你是知道我身份的，对吗？当是花魁，余怀。出落的这般人才，你父亲泉下有知，也是欣慰的。说起来，我父亲当年身首异处，还是拜你所赐。这笔账，今天该还一下了吧？此刻与我一战，你有几分胜算？你虽有习武，9岁便入了杀手组织君子堂，那儿的传承之道就像阳谷，同辈需自相残杀方可精进。你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成了第7代的头目。你分化了君子堂的4位长老后，分而兼之，君子堂100年基业被你毁了。不过君子堂的手段令人憎恶，除掉也是好事。后来你入了落霞山庄、药王谷、清月派，或偷或盗，总算是学了这一身的本事。你倒是挺了解我。你以为你有与我一战的把握吗？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走吧，我要杀的人是舒城，不是你。有我在，你杀不了他。愚蠢！当年你父亲就是为了一女子，才落得那般下场。你不配提我父亲！果然跟你父亲一样，一身筋骨，天纵奇才。假以时日，你定能胜我。废话真多。待到花魁决赛那日，咱们擂台上见吧。此药可助你恢复，亦可增进功力。
未到此时，沈夜祝世子殿下生辰快乐，平安喜乐。沈夜，沈夜，沈夜。吃饭了。你饿了？让红渊给你弄点吃的吧。你也2天没吃东西了，要吃一起吃。我没有胃口，你的伤才刚刚好，你快点回去休息吧。你也知道我的伤才刚刚痊愈啊，那就拜托你行行好，跟我一块回去歇着吧。你要是在这儿待着，我就在这儿陪着，自己看着办吧。那随便你吧，反正我要在这儿。到底还是他重要。不过，打死我也想不到，你和沈夜居然有这么有趣的缘分。确实是有趣的缘分。打死你，我也想不到的缘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才是你最重要的朋友，你可不能见色忘义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打死3小姐？醒了就好，你快点躺下休息吧。着急见你，他也躺不下。我有许多话想跟你说，也有许多事情想要问你。我也有许多话想跟你说。我就看看，不说话。我走，我走。我知道缘分这东西非常奇妙，但是呢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克制，注意身体，注意身体，注意。你兄长醒了，但他现在没空搭理你，世子没空理我。要不咱俩聊个天？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姓舒，单名一个程字，京都人士，祖籍江州，家中独女，文从当朝大学士苏乞，武从清月派掌门清玄月。舒家是大楚世家。认识你，我很高兴。沈夜，父亲早亡，母亲不认我。身上的本事，一半是家中留下的古籍，另一半是偷学而来。谢过你当年的救命之恩，还
还有我生辰那天，谢谢你，终于来到我面前。自那天伊始，我就一直记挂着你。我当日就说过，我会有上门讨还的那一天。其实我并不纨绔，我也不喜欢胡混，只因舒家势大，我越求上进，皇上便越不得安心。母亲让我学着胡闹，也是为了自保平安吧。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那样的人啊！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一开始便知道。那，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，尽可说。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好傻，危难之中还能出手相救。可从那天起，我便忘不了你。所以，你来找我了，对吗？我已入重天之境，就不要再妄想了。我要杀的人是舒城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那日我便知道，你身份一定尊贵。沈烨乃一介草民，能否飞上枝头变凤凰，那就得看世子殿下的了。所以，你来找我，是为了这件事。这可是我们世子第一次行动啊！请问三小姐，我的天哪，你居然会说话呀！你这个人冷得不像人样，我还以为你是个雕塑。你心头之上可否也有一人？他可能是心头所想，也可能是心中愧疚，或者是一个梦魇，担心那人化作厉鬼寻你索命。他要是还活着，应该同你一般大了。拜见世子。晨儿，我们走吧。天冷，莫要着凉。兄长可是说了伤人的话？没想到你这木头也会察言观色。那余淮的本事很大。一到重天之境，我不是对手。日月同辉，也只有一丝同归于尽的可能。原本
以为只是一场苦战，自己还能有机会与他在一起。可现如今，不能换跟他在一起，也只能换他活着了。与其让他有了情愫之后再尝失去之苦，不如让他以为我就是一个势利的小人，讨厌我，怨恨我，然后忘了我。可如此一来，兄长为他所做的一切，他就全都不知道了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能活得踏实一点就够了。收拾东西，我们该走了。成儿，你知道之前我得知要做你伴读的时候怎么想的吗？我慕容婉清终于要出人头地了，做你第一世子的伴读，以后飞黄腾达就靠你了。现在呢？现在我要为你挨打也就算了，我这身子还没好利索呢，陪你守着他守了2天2夜都没有闭眼。好吧，偷着睡了那么点儿，但是现在连口踏实饭都吃不上。你吃你的，我不管你。好了，你不吃啊？那我也不吃，我不。奇怪，这2日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，这些也都是我平日里爱吃的，可我现在怎么就是食不下咽，如同嚼蜡呢？还有别的感觉吗？胸口有些闷，呼吸之间略有痛楚。这种感觉叫做心痛啊！定是有人负了你，伤了你才会这样的。你懂？有过类似吧？想哭吗？那更糟。怎么办啊？喝酒喽。世子殿下，沈烨与沈从2位公子已经离府了，说是凤楼的生意耽误不得，还请世子为他争花魁的事情多多帮衬。这个负心薄幸、眼里只有利益的家伙，你不是一早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何必还要骂？可是他伤了你的心啊，让你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。算了，我们不管他了，我们这辈子都不要再理他了。喝酒吧，来，干杯！红颜，倒酒。是。兄长几时变的
如世俗男子一般，喜欢借酒消愁了。这都快1个时辰了，属实无聊。我们在这儿看着兄长借酒消愁1个时辰，我们岂不是更无聊？是好事。兄长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了却了牵挂，可以安心的和我们一起赴死了。他真决定去死啊？那真是一件好事，值得庆祝。我们要不喝点小酒庆祝一下？你找的这些人靠得住吗？这些人可是赌坊打手、镖局师傅，还有黑市护院，对付这些欢楼的小官们肯定没问题。也是，他们几个当中，好像也就沈夜会点功夫，而且他现在还受伤了，根本没什么可怕的。等一下，你们进去之后，只管打杂，逮着那个沈夜就给我扇他100个耳光。是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为何要下如此黑手？谁跟他是朋友啊？他伤害了我的朋友，就该打。上。哇，这寒夜冷酒的，滋味真不好受。想来兄长应该挺不开心的吧？你是想告诉我，有人闯进来了？哎，这酒喝得浑身寒了，正好松松筋骨，出汗暖身。走。得了，果然靠得住。那我们也进去吧。走。小宝还是先走了。好主意。不想死就让开。要不，你帮我翻过去。还给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所以才要送你去死。那你先把那个给我。此为何物？与你无关。你不说，我便毁了此物。且慢，求求你，手下留情。此物乃一个人的生辰八字，并非珍宝，于你而言毫无用处。何人生辰？这是我要娶过门的夫君，以大楚风俗，我们要交换彼此生辰。何时娶她过门？他已经死了。
沈从，兄长命你回去，别跟慕容小姐开玩笑了，别吓着她。慕容小姐，请。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怎么睡成这样？我昨天晚上还不是为了……算了算了，你来多久了？不久，半个时辰而已。看你睡得这么熟，没忍心叫你。不过你磨牙声这么大，真的不会吵醒自己吗？不是，长，你这个行为着实是有点吓人了，像守灵，对吗？以后你死的时候，我就这样给你守着，好不好？别！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想去买东西。买东西？那我跟你去啊！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个时候，购物最能让人放弃烦恼。走。平日出行我不会扰民进入，但今日我想静一静。本来这静一静应该是在府中不出门，但是逛街呢又能让人心情大好，这两件事情本来是矛盾的，但你却将它们实现了完美统一。总归是要找点事情做。你这么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是为了那个沈烨？不会猜就别瞎猜。我只是觉得那个人有些与众不同，你为他心烦意乱也属平常。没事啊，我陪着你。这心烦意乱的时候呢，就该逛逛街，散散心。我并不烦，也不乱，我清醒得很，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你就别逞强了。我们开始吧，从哪儿逛起？我也买个东西送你。不是已经逛完了吗？超，这逛街不是走走路，这是得花钱的，真金白银的花钱。全都要了。是啊，我已经花钱了。世子大人就选这些吗？是。你是怎么花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买空铺子里的东西就行了，不用真的进去吧？世子大人，店铺里的东西宜命人全部买下，铺子是否也要买下？一并买下吧。是。对了，你刚刚说要送我些东西。送不起，送不起。那我们回去吧，还有好些事情需要你帮忙呢。你这花钱的方式还真是让我开了眼界。你不会买了都不要了吧？你要是不要的话，可以扔给我，我要。为什么要扔啊？这些东西自有它的去处。这些是衣物，那边是玉器摆件，还有饰物。这箱子里头放的是靴子，这儿还有文房之物和厨房用具。光是厨房里头的锅，就有20口。冰山一角，冰山一角，还有几百匹布料和被褥都在后院呢。这是买空了所有店铺吗？不止，据说还有地契租约账本，一会儿也要送过来。不光买空了店铺，还把店面也给买下来了。
说是送给兄长的。这地方可能不够用吧？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哎，你们说那个憨世子，世子大人是不是没明白兄长的意思呀？我们是要真花魁的，不是开杂货店的吧？要不要再跟他说一下？楼主，红楼楼主萧红雨和绿楼楼主花香子到了。哦，还敢上门找打，正好可以出口恶气。二位楼主，这又是要来砸场子了？哎，不敢，吾等草芥，岂敢再为难沈楼主啊？现在凤楼的规矩又变了，与我说话都是要收费的。啊，是，我们快些说，说完马上就走。哎，沈楼主，您看啊，这是我们2座欢楼的匾上红绸，给您送过来了。你们可知道摘了红绸再送回来，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个自然是知道的。那个从此以后，我们2座欢楼就再也不敢跟凤楼作对了。这个至于花魁之事，我们就不参与了啊。对呀，不参与了。是。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哦。哎，慢着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哎呦，不了，沈楼主这，凤楼高门显贵，我等消费不起。告辞。快走。你来做什么？礼物收到了，谢谢世子。这就是你来的目的？你想见我，我便来了。我只是送了些东西给你，不足以说明我想见你。今夜之后，就别再插手我的事情了。你想做那个花魁，我就让你做。今夜之后，你我两清，花魁之事与你无关，你我之间别再无瓜葛。让你达成心愿，是我的事儿，与你无关。你等来的是一个如此势利的小人，你难道不会生气吗？我是气是恼，也与你无关。你怎么这么倔呢？若以后我不在你身边的话，你这样会吃很多亏的。还是与你无关。见过母亲大人。听闻你近几日又做出一些壮举啊。最近孩儿做的事着实是多了一些，不知母亲说的是哪一件啊？收了一座欢楼，用钱或胁迫人家不许参加花魁大赛，这事儿啊，都惊动了京兆尹和礼部了。今日礼部尚书穆冉让我劝劝你，这花魁大赛乃是咱们大楚的盛事，你一个第一世子下去搅和，让他很难做。况且人家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，难不成你想在欢楼这里统一江湖吗？哼，好大的出息呀！
已然惊动了礼部。那很好啊，这不刚好称了您的心意了吗？随我走走。孩儿与婉清还有约，你还想让他挨打是不是？嗯？孩儿遵命。臣莫要惊动了鱼儿。有什么事不能在朝会上说，非要追到内院来？事关花魁大赛和世子书城。他还真搅进来了。孩儿失礼。瞧瞧你，神不守舍的，怎么，心思都跑到那个沈烨身上去了？可以了。孩儿不知母亲是何意。娘的意思是啊，别再胡闹了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，入六部修习也好，行走于中书省也好，都随你。但是，不要再参与花魁的事，也不要再理那个沈烨了。母亲，孩儿做事向来有始有终。你是说，书城做了那么多事，都是为了那个叫沈烨的人？正是。微臣以为，本届花魁大赛是我大楚3年1度的盛事，若是由世子这般行事，恐怕本届会十分的寡淡，未免让陛下扫兴。这件事你不用再插手了，也不用想着去管那位世子，你也管不了。有始有终固然是可贵的品质，但是不要用在这件事情上。毕竟陛下还是很看重花魁大赛的。不过就是一届花魁大赛，即便我用些手段为他赢个花魁的名头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遭人诟病。只要他得意，我便承受得起。你还小，你想得太简单了。这样，你想胡闹也好，你想继续装作纨绔也可以，娘都依你。但这件事，不行。为何？咱们舒家现在还是第一世家，凭的就是这份我对危险的直觉。这个沈烨不简单。若是娘现在还没法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会听娘的话吗？孩儿不明白，但孩儿会遵母命。你是个好孩子，但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，所以你不会听娘的话。你说说看，这场大赛的得主是余淮，还是沈烨？此二人皆是极品佳人，看样子难分上下。老奴不敢妄猜，免得被陛下笑话。朕还未登基的时候啊，总以为只要坐上皇位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但后来才知道，很多事不方便做，只能静候时机。就比如这余淮，还只能用沈烨来对付他，只有他才能引得余淮露面。可将来，沈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余淮呢？若真到了要处理沈烨的时候，
朕能下得去手吗？陛下息怒。不怒不怒，等下次见到沈烨的时候，朕定要问问他，抢了朕的烟火，玩得开不开心呀？巡一尾最大的鱼，烹好了，给书城送过去。这池中之鱼，皆是陛下饲养多年，陛下不心疼吗？心疼归心疼，不过总要感谢书城为朕安排的沈烨和余淮的这场对决呀。哦，带话给舒柔，就说朕会感激成儿的。是。主人，沈公子的赛程就在这里。不必了，他自有能耐，再加上那位世子这么一折腾，再没有人能对他构成任何危险。所以，他将会是主人最终的对手。未必啊。主人，慕容家的三小姐往月楼帝国拜帖，说世子要约见大人，地点在城外的七里坡，时间是……莫不是在决赛当天？正是。沈烨骗他说，一心只想夺花魁，对他并无情意。这个憨世子，还一心一意地为他谋事，确实可爱。我都要不忍心杀他了。回信过去，我会准时赴约，也请世子大人千万不要爽约，否则我一定会在武力的对决上杀掉沈烨。是。兄长，大事可成，相信我很快就能来见您了。拜见家主。可问出来了？慕容小姐十分配合，世子确实约了余淮，地点在城外七里坡。传我的令，子夜过后，将世子和慕容婉清带往湖心楼，这段日子就住在那里。花魁大赛之后方可离开，派一些可靠的人照料，不许他离楼半步，也不能透露任何消息。是。还有，你告诉他，若是他敢偷跑出去，我会杀掉所有伺候他的人，包括慕容婉清和你。遵命。兄长今日一品，绝佳。你们也都不错，死得体面一些吧。恭喜兄长，顺利晋级花魁决赛。这有什么好道贺的？那几场比赛赢得如此乏味。难道兄长还真的在乎过程吗？劳烦兄长打起精神来，我们都希望看着兄长拿下花魁之位再死。那至少我死的时候有花魁之名，你们呢？我们死得与有荣焉啊！把你们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死了还真有点可惜。不过记住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，只要能够杀了余淮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有一线生机，立刻给我跑，不许管我。特别是你，如果真能活下来，别再去管慕容家的仇了。好好给我活着。谢兄长养育之恩。
当初养你们就是为了挣钱，没想到一个个胃口那么大，害我赔了那么多的钱。这下好了，省钱了。对了，有世子消息吗？恐怕今日他是不会来了。不来也好，我们做我们该做的，把生的希望留给他。走吧。禀报兄长，大事已定，大皇女魏云兰已经打进了皇宫。三皇女呢？三皇女率亲卫力战大皇女于宫门，力竭而不退，被世家子弟疏柔，当场斩杀，使大皇女受的益。为了那个位置，她真是一点情分都不顾了，连自己的亲姐妹都要斩草除根。兄长，安婷是否要效忠于大皇女了？你以为呢？兄长说什么，我便做什么。这皇位本来就是三皇女的，我们安婷要效忠的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。我们此时应该悉数站在宫门外，与反贼殊死一场。可我实在做不出那样的事。他心里也清楚，这就是所谓的有恃无恐吧。参见大殿下。陈淑柔参见吾皇万岁。见过苏启了，他还好吗？大军入城之时，臣已经派人护住了苏家，他没事，而且他还答应为陛下写诏书，并受封内阁大学士。好，有了他和苏家，那天下读书人的口就算是封住了。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。陛下放心，有微臣在，定全力维系陛下安危。只是，臣心中尚有一丝不安。是安婷吧？朕答应你，事成之后，朕会让安婷消失。谢陛下。接下来就是大开杀戒的时候了，所有反对他的人都得死。无论是谁敢伤害兄长，都得先踏过我的尸首。你不能死，我要你亲手取我的性命。兄长，我们身处黑暗，却守望着一片清明，除奸佞，治权臣，乃至监视皇上，这都是我们的使命。所以，无论魏云兰还是舒柔，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想要除掉安婷。可我们不能让安婷就这样亡了。兄长，他一定会用我们的孩子来威胁我，
我只有死了，他才会记得我的好，从而放过那个小生命了。我将你隐匿得很好，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你的身份，更不知道我们的情分。所以，你要第一个对我动手，顺势成为魏云兰信任的人，这样我在乎的人就能活下去。一旦安婷保住，或许世人还有知道真相的那一天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的罪或许就赎清了。今日是花魁决赛之日吧？世子三思，舒大人说，花魁大赛之后，世子方可离开，否则吾等性命不保。我不离开，就让他好好比赛吧。反正我已经尽力，剩下的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今日过后，我们便再无瓜葛。世子，于先生到了，请先生进来。是。于怀，见过世子殿下。原本约在七里坡见你，因为有些特殊缘由改到了这儿，实在是抱歉。舒大人不让世子离开，世子就让我过来，如此既不会违背他的意思，也没有连累身边的人。世子真是聪慧啊！你怎会知晓得如此清楚？不说也无妨，我不是好奇的人。按约定，你放弃花魁之争，我补偿你。这些金子和珍宝，你且拿去。已经过了些时辰了，其实，世子大可以赖账的。我竟一点儿也没想到。但你既然信于我，我也不好失信于人。世子这番心思，是为了那个沈烨吗？他想当那个花魁，他得到他想要的，我便开心。在下实在不知，世子有何开心啊？拿上你的东西，可以走了。不着急，有一些沈烨的事情，我要告诉世子。他其实并不想要那个花魁，他只是单纯的想要杀了在下。他也不是不喜欢世子，他只是担心没有胜算，死了会让你伤心，所以故意气你的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在下只想让世子死得明白一些。本世子向来不是灵光的人，容我想一下。他想杀掉你，而你想杀我。他有想杀的人，但没有人想杀他。有人想杀我，但是我又没有想要杀的人。本世子可是吃亏了。世子还真是清奇，你的这份亏欠，来世再偿吧。不必。来人啊！那些人应该已经被处理掉了。三小姐，超，你快跑！安亭隐帝见过世子殿下。安
暗亭影帝和花魁竟然是同一个人，有意思。世子不觉得惊讶吗？我在想，沈烨知道这件事吗？他知道你一直在刺杀我？知道。那么他想杀你，是在保护我？或许也有这些原因吧。那可以，总比没有好一些。我有胜算吗？总要试一试。傻孩子，你不应该来这儿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可是得了那个花魁？无人应战，想来是得了，但我着急赶来，也不知详情。那便是得了，也不忘我的安排。你自作主张的这件事情，我回头再找你算账。至于阁下，兄长，带他走。要走一起走。今日之事是我跟余淮的恩怨，救你并非我本意，你不必记在心上。你休想再骗我！你们快带他走，不然就别认我这个兄长了。走，走，把他给我留下。还是先了结你我之间的恩怨吧。糊涂，你误了大事啊！废话真多。学会了日月同辉这门邪功啊！我就喜欢这名字，它也能让我短时间内到达抽天之境。你可知它会让你气血逆行？你快点停下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今日，我们就一同去见沈娟吧。兄长，兄长！沈烨，兄长！你放开我！不要过去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兄长，兄长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世子，三小姐，派人下去学水液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找蝶灵画了栓子。啊！我就在这儿等他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。生浮华不过是一纸流沙，情深折在油纸伞下，咫尺天涯斩不断那一缕月光，你身旁是我到不了的远方。管他是谁的，我说属于你，那便是属于你的。世子殿下笑起来，可真是好看。走过几段繁华，蹲过几场落花，人间荒唐又何妨？奈何这江山如画，我愿与君共赏。我记得少年白衣策马，摘下四月海棠，点缀我眉间红妆。从此甘愿与你共赴这生死一场。斜阳落尽眼眶，笑饮半壶新茶，并肩看花灯初上。纵然这故事跌宕，有你便是疯狂。前日打的那位万二小姐，你应该知道我是好意。她那么急着去见你，我就想着送她去见你，这才出的手。你的衣裳，倒也是别致嘛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你也是个蛮有品味的人。怎么，本世子穿着你的衣服，有没有让你耳目一新呢？这火绣舞也是看你们舞了几次。今夏上台，我为你凤楼争争颜面，如何？世子这一出马，京城的舞者都是黯然失色。贫嘴！来人啊！见过世子。去问问今日来凤楼的宾客，若是本世子亲自登台献艺，他们会怎么打赏？原话传下去。是。你究竟是谁啊？你来我身边，就是为了保护我吗？沈从，你要干嘛？喂，你要干嘛？你看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恐怕也是占不了你便宜的。而且你兄长刚去，你这样过来现身不太好吧？我虽然面上不太好，但是我不是那么随意的人。我兄长这笔账，我也会记在你的头上。你发什么疯？这件事和树头送不到我头上了。我真该一早就把你给杀了。你放开我！你要杀便杀，不要折磨我怕疼。一心求死吗？偏不让你死得这么痛快，我会慢慢的折磨你，让你吃尽苦头。不好了，三小姐，四小姐来抓你了！你干嘛？你松开！三小姐，外面来了一群官兵，口口声声说要拿了三小姐问罪呢。你是来救我的？我没打算让你死在别人手里。这份情，在下承了。我虽愚笨，但还是知道余淮之事事关重大。既然被牵扯进来，我就更不能走了。这一走，必将连累慕容一门。看不出来是要拿你顶罪吗？就算让我顶了书城的罪，我也乐意。你快走吧，就算你强行将我带走，我也有100种方式了结了我自己。啊，三小姐，
没事吧，三小姐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晨儿拜见母亲大人。沈烨的尸首找到了，湖水暗涌，不知吹到哪儿去了。难过吗？这些日子你可是玩尽兴了。还好。原本希望你收敛性情，保全性命，可没想到你闯出更大的祸。为娘悔矣。于怀的事，让你放荡一阵子，没让你把天捅破。四小姐，滚开！这么晚了，四妹妹何故闯我房间？有什么事儿，明日再说不行吗？明日再说。我奉母亲大人之令，今日立即将你拿下，交给大理寺。哦，对了，我母亲说了，你那位世子大人这次恐怕也自身难保了。来人，拿下！是。你赢了，彻底赢了。我无话可说。影帝死了，母亲也是很高兴的吧？他是该死，但是不该由你去处置。阴差阳错，倒也帮了朝堂除了这等流毒，也是好事。你想过后果吗？陛下会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。母亲有机会能整顿朝纲，朝堂清明了，晨儿牺牲也是无妨的。这不是咱们舒家该做的事情吗？母亲放心，此事孩儿已有对策。有如此胸怀，母亲甚是欣慰。那你觉得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？既然无论如何都要算到我们舒家头上，那不如就把这账放到明面上去算。这样或许陛下还能放我一马。母亲，请将孩儿给绑起来，送到陛下面前请罪。聪明，懂事。来人，在。母亲就这么着急吗？择日不如撞日，我态度好一些，也能让舒家免受牵连。那孩儿就祝母亲早日达成所愿。动手。是。微臣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。你8岁那年，就是捞了这池子里朕养的金鱼，还给煎了吃了。朕每每想起，都觉得心疼啊。当时微臣年幼，多谢陛下宽宏，未与微臣计较。当年你也是这样被你娘送到朕的面前，朕不但要请你吃饭，还得安抚你，怕吓着了你。吾皇仁慈，微臣感激不尽。但是成儿，你此次所为，怎么看，都像是一场针对朕的阴谋啊！回陛下，微臣并未知晓内情，这一切都是巧合，并无阴谋之事。你这是在为自己辩解吗？不算。害怕吗？不怕。
那总归有点后悔吧？不悔。此事与我舒家无关，全由微臣嬉闹而起。臣卿死罪，还望陛下息怒。你这是在给朕出难题呀！暗廷朕会得，别人会不得。这口气真是让朕难以下咽。臣知罪，朕平处之。不过你这主动请罪也是一种态度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何事？慕容瑜大人今晨绑了三女慕容婉清送到大理寺，并未提及罪名，只说任由圣上处置。这是特意给朕送个人头，让朕消气呀。哎，成儿，这慕容婉清是不是你儿时的伴读啊？求陛下开恩，此事是臣自作主张，与他无关。不为自己求情，却为他人求情，这说明朕杀得对呀。那就杀了吧，现在就办。是，陛下，慕容婉清所行之事，与他慕容一门是脱不了干系的。这真是个拖延的好办法呀！处理世家当然要比处理一个人要麻烦得多了，朕才不上你的当。陛下，慕容家把慕容婉清送过来，就是在求自保。您若是乖乖就范，只处置他一人，您威严何在？在众世家眼中，您又如何自处呢？传朕旨意，让大理寺拿下慕容一门。至于罪名，随便下一个。遵旨。至于你，就在宫中多住几日，陪陪朕，直到朕想到怎么处置你再说。你们两个快点啊！只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。之前要救我，现在又来看我，沈总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没有呢。本小姐心里有别人了，你对我再好，我也不会动心的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快走吧，本小姐这次是逃不掉了，别再拖累你了。三小姐说的，可是那位死人吗？不重要，或许我很快就能见到她。那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？与你何干？他为何会死呢？那就更与你无关了。想必也是被你连累了吧？当年礼部兰大人惹恼了皇帝，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兰家幼子兰心，便是与三小姐定过亲的人吧？倒也不难查。可为何慕容家会第一时间跳出来构陷兰家？兰家能有那般下场，慕容家居功至伟啊！想必正是因为结过亲，才更怕被连累，更要拼命的撕咬。你说的没错，一切皆因你而起。有人要我的命，你来助我的心，也罢，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，我没关系。为什么你还活着？为什么你不跟着下去赔罪？因为你根本不觉得慕容家做错了，
相反，你觉得慕容家做的是对的，蓝家人都该死，蓝心也该死。不是你说的这样，我有我的苦衷，犯不上同你讲。你以慕容家为荣，你想要得到他们的认可，可如今是慕容家把三小姐送到这里，不讲半点情分，弃如敝履。沈从看到三小姐这般无依无靠、众叛亲离的下场，才是感到欣慰的。原本三小姐可以不必受刑，可是慕容家使了银子，嘱咐大理寺的人一定要尽快的让三小姐死在这里。原来最想让你死的人是你的家里人啊！说我能有一人性命，换取全族平安，也算是一点补偿。三小姐有心了，只可惜这慕容一门都已经悉数下狱，这祸害家门的名声，三小姐怕是要永远担着了。看到此时你的下场，沈从畅快了许多。沈从，烦请你设法见到世子，告知他，切勿伤害慕容家任何一人，就看在我与你兄长有些交情的份上，等我到了下面，一定给他当牛做马。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会就让你这么死的。成儿一直在闹别扭，这2日已经开始不吃饭了。他知道陛下会顾及舒家的感受，所以以此来要挟，干脆饿死他好了。你是在提醒朕当年的事吗？臣不敢，臣只是真心的气愤。朕信你的忠心，不过，成儿可是你亲生的女儿。说话也不要那么重。他惹恼了陛下，那就全由陛下处置，我就当没生过这孩子。唉，成儿既是你的女儿，那就是朕的女儿。你狠得下心，朕还狠不下心呢。不过，既然朕把她当成女儿，那除了疼爱，还是要多加管教的。谢陛下宽厚。日后我定当好好管教这个不孝之子。这孩子有些顽劣，也该收收性子了。他年纪也到了，不如朕给他说门亲事，如何？也望他在成年之后能有所成长。陛下，这孩子心性尚未成熟，恐辜负了陛下的好意。此时应该严加管教，而不是赐一道恩宠。这赐婚的事，怕是要拖一拖了。哦，不与成儿商量一下？成儿的心思我懂，他这直来直去的性子，我怕又触怒了陛下。这孩子城府深，
心思正。这朝中上下哪家的心思不在攀附上？他有所抗拒，朕懂。谢陛下体谅。哎，朕心中倒有一绝佳人选，想与你商议一下。还记得苏启有个独子吗？可见过？记得，苏家的苏荣清公子。苏家家教比较严格，许久之前曾隔纱见过身影。此子风评尚可，虽未见过真容，可听说这位公子字画双绝，都说他的墨宝和丹青是可以流传于世的。那将这位苏公子许给成儿，如何？还请母亲大人恕罪，荣亲现在不便下床行礼。不用，你好好歇着，务必把身子养好。我来是告诉你一声，你和恕成婚约的事，陛下已经同意了。多谢母亲大人。孩子，你以为如何？事情答应的太过轻巧，只怕是留有后手。是啊，他的承诺通常都以血肉来交换，你以后的路将是一番千难万险的景象，一定要小心一些。多谢母亲大人提点。你好生调养，我先出去了。母亲大人，回到家中，孩儿很是高兴。回来就好，为娘担心死了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出去了。兄长，请用药。